4.2 下半卡池看起来是一个没有人气的卡池，和枫丹的几位新主 C 相比呢，这两位上个版本和上上个版本的主 C 显得非常的拉垮。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局面又让人非常的浮想联翩。你们看，截止目前，枫丹除了弗妮娜是后台增伤副 C， 对伤害的提升有一定的辅助功能之外，就没有上任何一个适合新版本的增益类角色。那就算是4星，林尼特是嘲讽，夏洛蒂是奶妈，这两个都是生存类的辅助。剩下的菲米尼呢是一个4星主 C 的定位，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但过去的老角色在等待能够开发出新玩法的队友，连枫丹的新主 C 也在等待更适合他们的队友。那整个枫丹除了纳维莱特自己是比较独立的，不需要队友就先走一步之外，大家都还处在一个暖机的状态。现在能用上的增益辅助呢都是老角色，比如虽然被限制得很惨，但就是离不开的班尼特，虽然封套时间短的不行，但是能减抗就很不错了的各种风符们，当下就给我一种青黄不接的感受，对于后台的队友真的有非常强的需求。枫丹和须弥不同的是，须弥是用反应来区分体系的，在枫丹我隐约感受到的是可能会由各种辅助来区分体系。因为枫丹的主 C 启动成本非常低，这就导致了不同的主 C 匹配不同的阵容可以有不同的打法。比如说林尼如果组班尼特和万叶，那么就是一个偏爆发的打法，但我自己却更喜欢组8重加白族这种打超再燃烧的玩法。所以我觉得枫丹往后的几个版本，它可能会陆续的上各种功能性的辅助。那么由此再看 4.2 下半的几个角色，灵人我觉得它的关键词就是稳定和泛用性。 2.6 上线可以组符合那个时代特点的凌云万般， 3.0 可以加入种门提供挂水和伤害，那么到了 4.0 短轴和水元素让它在组队上呢继续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而赛诺的救命稻草呢就在于它是一个精通模型的前台雷 C。须弥时期草元素没有草行球，导致它的转火能力差，只能打桩，但是一旦不在草体系里面混，它就可能会有新的局面，正所谓不破不立吧。而4星角色中，香菱一直以来是玩家心目中强势的4星，但随着班尼特火之大权的崩落，香菱也在面临危机。小程序看一眼配对，前5位雷国、万达、夜兰版雷国、林尼3火。香菱的强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班尼特的，香菱的强势呢，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老玩家的练度。从这张折线图中，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香菱和班尼特绑定的到底有多深。所以我一直在想，利用香菱天生加精通和高频火能组什么队伍，能有什么玩法能让香菱脱离班尼特，可能这样会给香菱的未来带来新的活力。然后九旗人来自于 2.7 版本，享受了 3.0 一整个版本的红利，但是在当下也会展露出一些疲态，比如说高压的环境容易暴毙，但是这不是什么特别致命的缺点。九旗人的体验和种门的体验是牢牢绑定的，只要种门行，九旗人就行。而种门作为新一代的平民玩家兜底体系，我觉得长期来看都会还行。当然如果能抽点命做，九旗人体验的舒适度和未来配对的可能性就还能再拓展，我觉得不要把它定死在种门一棵树上。最后的齐凉凉，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面向枫丹甚至更远未来的设计，它很完美的符合我对于灵活作战的定义，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对伤害有帮助的辅助，而是能让玩家在更复杂的战斗中跑出来吃到原魔机制的那种角色。所以如果深渊在难度上没有提升，原魔在交互上没有发力，那么它的优势就不明显，只能作为一个速切的盾以及满命增伤辅助存在。好的，以上就是我对于 4.2 下半卡池和目前原神玩法所处阶段的一个思考。我觉得随着角色越来越多，组合也会越来越多，那么策略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